上期我们讲到，汉武帝驾崩前给汉昭帝留下了4位辅政大臣，可1年之后，金密帝就去世了。于是辅政大臣就只剩下了3位，分别是霍光、上官桀和桑弘羊。起初他们3个人的关系还非常的融洽。上官桀和桑弘羊的儿子分别迎娶了霍光的2个女儿，霍光每次外出或休假的时候，也放心地把国家大事交给上官桀处理。事情的转折是从刘弗陵11岁那年开始的。这一年，上官桀想把自己的孙女，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宋进公立为皇后，可霍光以2个孩子都年龄太小为由，拒绝了上官桀。但上官桀不肯善罢甘休，既然霍光不答应，那就找另外一个人鄂邑公主。鄂邑公主是刘弗陵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因为刘弗陵即位的时候只有7岁，母亲钩弋夫人又被汉武帝给赐死了，于是就安排鄂邑公主住进宫里抚育皇帝。鄂邑公主因为嫁给了盖后王充，所以也称她为盖长公主。王充去世后，她就找了一个平民，成为了自己的情人，此人名叫丁外人。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和这个丁外人关系要好，于是上官安就找到了丁外人，让他去给鄂邑公主求情，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，并且承诺事成之后一定给丁外人封侯。公元前83年3月25日，6岁的上官氏被封为了皇后。既然事情已经办成了，那就要给丁外人兑现承诺了。可当上官桀把给丁外人封侯的事报给霍光的时候，却再次遭到了霍光的拒绝，这让上官桀非常的气愤和不满。想当初汉武帝在位的时候，上官桀就位列9卿，地位远在霍光之上，可现在霍光却一再的否决和压制自己，从此2人便产生了结怨。另一个辅政大臣桑弘羊也对霍光不满，原因是他在给自己的弟弟谋取官职时，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。还有一个对霍光不满的人，便是燕王刘旦。于是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，上官桀、桑弘羊、刘旦、鄂邑公主便组成了反对霍光的同盟。霍光又一次休假的时候，还是将朝政交给了上官桀处理。而上官桀也抓住了这次机会，他连忙与另外3个人密谋，最后决定假借燕王刘旦的名义，给汉昭帝上书诬陷霍光。他们列举了霍光的罪行：第一，霍光把郎官和羽林军都集中起来操练，有谋反的迹象；第二，苏武在匈奴被扣押了19年而不降，回来后霍光只给他封了个点属国的职位，而霍光府上的杨敞寸功未立，却当上了搜肃都尉，是专权放纵的行为；第三，霍光擅自选拔和增加自己府上的校尉，有图谋不轨之心。每一条罪状都是能灭族的大罪，他们是要对霍光下死手了。趁现在霍光不在，不给他任何反驳的机会，连忙将奏书递给了汉昭帝，只要汉昭帝点头，他们就立即将霍光拿下，则大事即成。然而他们却低估了这个只有14岁的小皇帝刘弗陵。他看完奏书后，竟然没有任何的表态，就退朝了。第2天，霍光得知此事后，连忙赶来上朝。进入朝堂，他不做任何的辩解，只是摘下帽子叩头请罪。然而汉昭帝却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把帽子戴好，这封奏书是假的。”霍光很诧异，连忙问：“陛下怎么知道此奏书所上报的事是假的呢？”汉昭帝说：“你在长安东门检阅军队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事，而燕国和长安相隔千里，燕王是如何知道的呢？另外，奏书上说你调动军队增加校尉是准备要造反。大将军如果真的想造反，还需要增加校尉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大臣们都甚感震惊。当然，上官桀他们的计划也就只能宣告失败了。可他们并不打算放弃，经过再次的密谋，他们又给汉昭帝上了一封奏书，继续诬陷霍光。然而汉昭帝看后大怒，对群臣说：“大将军是忠臣，是先帝嘱托他来辅佐我的，要是有人胆敢再次毁谤他，定不轻饶。”这下上官桀他们才意识到，想通过汉昭帝来扳倒霍光，基本是不可能了。于是他们再次密谋后决定，让鄂邑公主请霍光吃饭，然后提前埋伏好士兵，等霍光一到，就直接将他击杀，
然后废掉刘弗陵，迎立刘旦为皇帝。可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，刺杀霍光的计划就被泄露了出去。霍光得知后非常的气愤，决定不能再忍了。公元前80年9月初1，霍光迅速下令逮捕了丁外人、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，然后将他们全部诛杀。恶意公主听说他们的阴谋败露后，自杀了断。燕王刘旦本想起兵造反，可他的国相问他：“你是打算举一人之力而对抗整个天下吗？”刘旦听后沮丧至极，也自杀了之。从此之后，整个大汉王朝再也没有了霍光的对手，他也就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控人。他要用心来辅佐汉昭帝，再创大汉王朝的辉煌。然而，公元前74年4月17，汉昭帝刘弗陵驾崩于未央宫，年仅20岁。这让霍光再次陷入了困境。虽然他的权力最大，可责任也是最大的。整个大汉王朝都在等待着他的决定。原因是汉昭帝直到去世也没有生下儿子，那么接下来该由谁继承皇位呢？此时汉武帝的儿子只剩下了刘胥。可是霍光刚刚才整死了他的哥哥刘旦，怎么可能会选他呢？于是经过与大臣们的商议，霍光选择的是刘破的儿子刘贺。因为刘破死得太早，所以昌邑王的王位就传给了只有4岁的刘贺。由于从小缺乏管教，长大后的刘贺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，刘贺接到了让他前往长安去奔丧的诏书。中午他就收拾停当，从昌邑出发。昌邑城位于今天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的大谢集镇。下午4、5点，他们便赶到了定陶，一口气跑了100多里路，随从人员的马一匹接着一匹的跑死在了路上。于是他就放慢了行进的脚步。可慢下来之后，他就又有时间去胡作非为了。作为马上要成为皇帝的人，他竟然在路上强抢民女，还抢夺平民的财物，并且在路上就给他的属下们开始封官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胡作非为，总算来到了关中。到达坝上时，朝廷已经提前派出大红炉，带领众人等候在这里。然后他们便一起前往长安城。在快要进城的时候，公遂告诉他：“你是前来奔丧的，按照礼制，在看到国都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哭泣。可现在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你还不赶紧开始哭泣？”可刘贺却说：“我喉咙疼，不能哭的。”就这样，刘贺进入了长安城。6月初1，刘贺接受了皇帝的玺印和绶带，继承帝位，尊任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为皇太后。然而他登基后依然是我行我素。他疏远老臣，提拔自己的亲信，把从昌邑国带过来的200多人全都给封了官，然后就带着他们到处游玩。此时刘弗陵的灵柩还停放在前殿，他却让人拿出乐器开始玩乐。到了后宫，他又和汉昭帝留下的嫔妃们开始淫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派出使者拿着符节向各地的官署下达诏令，索要钱财，要到的钱财有1127起。对于他的胡作非为，霍光很是头疼，杨常等人也几次劝谏，可他依然置若罔闻，没有丝毫的收敛。随后汉昭帝刘弗陵被安葬于平陵。平陵位于咸阳市双赵街道的大王村，距离汉武帝的茂陵只有6公里。安葬完刘弗陵，霍光便要开始收拾刘贺了。他先是与田延年和张安世等人商议对策，并作出部署，然后要求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以及只要在长安城里2000担以上的官员，全部都要来未央宫商议国事。朝堂上，田延年手持宝剑，征求大臣们关于废掉刘贺的看法。大臣们只能纷纷的叩头表示支持。然后霍光就带领着群臣去面见上官太后。上官太后就是上官桀的孙女，霍光的外孙女。虽然称她为太后，但其实她只是个10几岁的小女孩。随后霍光将刘贺的罪行一件件的讲完，上官太后便来到了未央宫的承明殿，当着刘贺的面，让尚书令宣读了群臣弹劾刘贺的奏章，列举了他自从成为皇帝以来所犯下的种种罪状。然后霍光便命令刘贺起身跪拜，接受诏令。刘贺还想争辩，
表示天子只要有7个正谏之臣，就不能丧失天下。可霍光告诉他，皇太后已经下诏将你给废了，你还算什么天子？说罢，便抓住刘贺的手，解下了他的玺印和绶带。于是，只做了27天皇帝的刘贺就此被废掉了。之后，霍光安排人准备将他送回封国。在长安城外，霍光对他说：“您的行为是自绝于上天的，臣下怯懦无能，不能用自杀来报答您的恩德。臣下宁可有负大王，也不敢对不起朝廷。但愿大王能够自爱，臣下将再也不能见到您了。”然后，霍光便哭着送走了刘贺。刘贺是回去了，可他从昌邑国带来的200多人却永远地留在了长安。霍光下令将他们全部都给砍了。刘贺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可是他在成为皇帝的时候，昌邑国就被废除了，已经降为了山阳郡。于是太后下诏赐给他汤沐邑2监护，保证他能有体面的生活。公元前59年，刘贺病死于昌邑。刘贺走了，那么接下来又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？经过与群臣们的商议，霍光决定迎接汉武帝的曾孙，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继承帝位。那么刘病已又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